最近哈马斯武装不断宣称其战力非常强悍，同时还发布视频以作证明。比如武装人员徒手将一枚火箭弹放置于以色列梅卡瓦坦克的炮塔下方，又或者是4名蛙人徒步将一枚 GoPro 制导鱼雷抬入浅海，试图对以色列萨尔6型护卫舰造成威胁等等。以上这种方式打坦克在一战、二战中并不新鲜，属于自杀式攻击的典型代表。但是靠运动相机取景、手动操控鱼雷就想打击以色列护卫舰，这在世界上都还没有战术先例。节目说能不能成功，单说武器的创意，拿下吉尼斯世界纪录完全没有问题。本期节目主题呢，原本是以色列的重装轻骑兵，世界最小相控阵区域防空舰萨尔6型。在正式介绍这型护卫舰之前，请大家允许火力军走神片刻，因为试图摧毁萨尔6型的 GoPro 制导鱼雷实在是太亮眼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枚极简的鱼雷究竟能不能击中萨尔6型呢？根据哈马斯武装发布的视频显示，4名蛙人士兵抬着一枚名为阿塞夫的哈马斯版制导鱼雷进入浅海。很多人并不理解这一步骤的目的是什么。火力军解释一下，以人力的方式进入浅海，正是这枚阿塞夫制导鱼雷最重要的部署工作。因为没有这一步，鱼雷后面的螺旋桨，它就划不到水。这枚阿塞夫鱼雷采用的十字尾舵布局，最前端应该是类似潜望镜的装置，只不过它装的是一个生活中的运动相机，以此给遥控人员提供图像引导和辨别方向使用。可能哈马斯武装想通过宣传视频告诉以色列，自己如今有了反舰大杀器。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或者有点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用 GoPro 做传感引导的话，鱼雷只能贴着水面前进，稍微深一点，操作员就会失去水面上的可视目标。这样的话，以色列萨尔6型甚至不用开启雷达，舰上士兵通过肉眼就能看到水面上的鱼气波。此外 ，GoPro 夜间的图像捕捉能力较弱，说明这枚鱼雷只能在白天、晚上或者光线条件不佳的情况下都不具备打击能力。其次 ，GoPro 这种引导方式极易受到干扰，如此一来，制导鱼雷就会变成一枚直射鱼雷。这些问题加沙人民可能真不清楚，但是作为武装力量的哈马斯，如果连这些都不懂，还是以此来炫耀自己的武力值，那么难免会闹出笑话。火力军推测，哈马斯武装要么真不懂，被人看了笑话，要么是把他的对手当成了傻子。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在这枚鱼雷简洁的外表下，还藏着某种见不得人的黑科技。火力军倾向于最后一种可能，大家对此怎么看呢？在以色列萨尔6型护卫舰被击中之前，关于 GoPro 鱼雷的解读就是这些了，内容并不谨慎，纯属娱乐。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10月16日，以色列军方在与哈马斯的冲突中首次出动了萨尔6型护卫舰。以色列海军萨尔6型护卫舰奥兹号和马根号对哈马斯的武器生产设施和哈马斯海上突击队的阵地以及观察哨进行了打击。报道还提到，萨尔6型护卫舰安装了18种先进的作战系统和技术装备。萨尔6型护卫舰长90米，排水量2000吨。该舰采用柴联合推进系统，拥有35节高速、4000公里以上航程。理论上来说，它拥有在更远海域作战的能力。和与之相悖的是，其持续作战能力明显不足，而原因在于该舰武装到牙齿的设计占用了大量物资搭载空间。关于萨尔6型的武力值，今年4月以军发布的视频显示，一艘萨尔6型护卫舰曾使用先进的雷达系统跟踪一架伊朗无人机，并协助指挥一架以军 F-35战机将其击落。可以说，萨尔6型延续了以色列海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特点。萨尔6型首舰六芒星号2018年初开工建造，2019年5月23日下水，2020年服役，标准排水量为1900吨，满载排水量也仅为2100吨。属于典型的轻型护卫舰级别。首舰六芒星号舰体为隐身棱角设计，配备综合集成桅杆，雷达反射面小，武器系统为一门奥托梅拉76毫米速射舰炮，2座配备长钉反坦克导弹的25毫米速射舰炮。防空系统有32单元的巴拉克8型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40单元的铁穹拦截导弹垂直发射装置，以及16枚鱼叉反舰导弹，6管324毫米鱼雷发射装置。装填在舰首垂直发射系统中，可拦截100公里外的空中以及水面的超音速反舰导弹等目标。
铁穹导弹系统安装在中部两旋垂直发射系统，可拦截和摧毁低空飞行目标，包括飞机、反舰导弹、火箭弹和迫击炮弹等等。只看数据，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标准的火力配置属于什么级别。火力军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六芒星号的火力超过了世界上所用同级别护卫的配置，甚至超过大多数国家6000吨以上的大型驱逐舰。更变态的是，这么多武器扎堆的情况下，六芒星号的舰尾竟然还能腾出一个物质起降平台。由此火力军不禁想说，难道这就是紧凑型的极致吗？除了武器系统，六芒星号的雷达系统也极为强大。326型护卫舰的隐身桅杆上集成了4面阵列有源相控阵雷达，可360度全方位扫描，同时探测、识别和定位多种类型上百个蓝系目标。其中对火箭弹的探测距离在100公里以上，对反舰导弹的探测距离为25千米。配合桅杆顶部的 X 波段高精度对海搜索雷达，可对蓝系目标进行精准定位。如果说326型的火力属于饱和式，那么雷达配置放眼全球护卫舰，萨尔绝对称得上是豪华。和以色列其他军备武器一样，六芒星号护卫舰的平台和动力为德国建造。通俗一点讲，就是以色列只采用了德国每一颗系列护卫舰的模板，而相控阵、作战系统等舰载系统则由以色列自己负责。每颗系列护卫舰本来就是一款畅销全球的经典战舰，性能非常成熟。在这种原有成熟平台的基础上，以色列又给六芒星号护卫舰装备了足以媲美大它几倍吨位驱逐舰的武器装备和舰载设备。可以说，小巧的六芒星武器配置、雷达系统、平台的性能都被以色列利用到了极致。说起小巧，俄罗斯前2年建造的几型护卫舰，如21631型、11356型、22350型等也不大。21631豹图 M 级护卫舰排水量仅为900多吨，同样也武装到了牙齿，8单元 UKSK 通用垂直发射管，且具备发射远程巡航导弹的能力。11356型为多用途护卫舰，满载排水量为4035吨，也装备了远程巡航导弹。比起俄罗斯的几款护卫舰，326型护卫舰究竟有何不同之处呢？326型护卫舰与俄罗斯的轻型护卫舰的类似之处在于，都在想方设法增强小型战舰的作战能力。区别在于，俄罗斯与以色列的海域不同，很多情况下，俄罗斯需要远海作战，所以近年来俄罗斯开发的新型护卫舰普遍装备了口径巡航导弹。而以色列的326型护卫舰更注重防空和反舰性能，巴拉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和铁穹防空系统更是让它的防空能力直逼万吨驱逐舰。高达16枚的反舰导弹也让326型护卫舰的反舰能力居于同吨位护卫舰的榜首。所以从海上作战能力方面看，326型护卫舰是明显优于俄罗斯护卫舰的，不仅可以执行防空、反舰、反潜等护卫舰常见的作战任务，也可以通过搭载小艇执行特战队员输送、布雷、侦察等任务，实现舰艇的多功能。这些功能都是俄罗斯 M 级护卫舰所不擅长的。公开资料显示，在2015年，以色列就和德国蒂森克鲁波海洋系统公司签订合同，建造4艘全新的326型护卫舰，总合同4.3亿欧元。相对于之前的萨尔系列护卫舰，326型的改进主要体现为武器装备更新更强大，特别是强化了对火箭弹的拦截防御能力。这一改进不仅符合以色列军备小而强悍的特点，还符合其海军的实际用途。以色列海军规模有限，所以他们并没有大规模发展海军的需求。相反，在较小的舰体平台上装备更多的武器，以形成更强大的打击能力，就形成了以色列海军装备发展的重点了。或许就连以色列海军自己也没有想到，本来只是依据自身需求改进的326型，却一不小心成为了世界同等护卫舰之最。目前这型护卫舰所面临的不是新进的空地导弹，也不是水面上的反舰导弹，而是来自加沙岸边的 GoPro 鱼雷。成功拦截了，大家不会说326很强，但如果真的被这枚鱼雷击中，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